大家好，我是玄文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习制作酸白菜。在这一集的一开始，我们先来了解乳酸菌的基本概念。乳酸菌是厌氧菌种，也就是说菌种不需要氧气就能存活。酸白菜的腌制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完全密闭，所以借由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判断乳酸菌不是从空气而来的。另外，一般自来水在密闭空间里摆放一段时间也不会发酸。借由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判断乳酸菌不是从水里所产生出来的。大白菜2颗，大约4公斤。白菜是属于包叶植物，所以它本身非常干净。如果表面沾到泥土或灰尘，可以选择剥去表面的叶片，否则可以不需要再清洗。大白菜对切再切半，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腌制的时间缩短。同时也能够让味道更入味。有些人习惯切成8等份，但我个人习惯切成4份。切的份数越多，入味的速度越快，但同时叶片也越容易剥落。您个人会想要切成几等份呢？欢迎大家在以下留言。2%的食用盐，100公克的白菜中，我们会使用到2公克的盐，相对的4000公克的白菜则需要80公克的盐。盐不会影响乳酸菌的繁殖，但它能够抑制及防止其他杂菌的滋生。使用到盐巴来制作酸白菜，会比没放盐的酸白菜更容易成功，而且用盐水泡出来的酸白菜会更加脆，更加好吃。您可以使用普通的盐，但一般的盐会含碘，所以酸白菜腌制好后颜色会发黑。这其中的原理是因为碘和白菜里的碳水化合物会起化学反应，会使菜叶发黑。我个人会建议您用纯海盐或泡菜盐去腌制，因为这2种盐不含碘，所以泡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漂亮。把盐巴均匀涂抹在白菜上，进行吐水动作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俗称的杀青。杀青的目的是为了让蔬菜经由渗透压的原理，将多余的水分排出，使得植物细胞受到保护。腌制酸白菜时，我不会选用热水去烫菜。很多网友为了杀死表面的坏菌而选择烫菜，但烫菜的同时，你也将乳酸菌给一起烫死。如果想要将白菜穿烫过一次才会让你安心，那请记得穿烫的时间不要太久，因为穿烫的时间越久，越多乳酸菌会被消灭。如果没有将白菜穿烫后就直接下去腌制，发酵的时间在夏天大约10天就可以熟成，而在冬天则需要2个礼拜。如果将白菜穿烫后再下去腌制的话，则发酵时间会比一般没有穿烫过的白菜多出1到2倍以上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白菜在没吐水之前，菜帮子是非常的硬，几乎完全没有韧性。而这是白菜杀青的缩时影像，我们可以看见白菜在吐水的过程当中渐渐的软化。经过了3个小时吐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菜帮子已经很明显的萎缩许多，也很清晰的能够看到底层积了一层咸菜水。我们来看看白菜杀青后的柔软度，它变得非常很有韧性。接下来再将白菜层层堆叠在干净的玻璃罐里。堆叠的时候，尽量将白菜紧密的堆叠，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让白菜不易氧化，而导致部位颜色发黑。把流出来的菜水也倒到瓶子里。一般传统在腌制酸白菜的时候，会在表面压入几个干净的石头，目的是为了不让白菜漂浮在表面中而氧化掉。因为我使用了玻璃瓶，所以我找了一个大小刚好的玻璃杯来当做石头。这是完全没加任何一滴水的做法，白菜腌制在自己吐出来的液体里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和氧气对腌制白菜会有什么反应。开水煮开后放凉，加入2%的盐巴。一般自来水都含有氯，而氯本身具有杀菌的功能。
如果直接使用自来水的话，乳酸菌很容易就被氯离子给杀死，会很容易失败。所以最好先将水煮开放凉，或者是把自来水放在太阳底下曝晒个24个小时，使得氯完全能够挥发再使用。右边的瓶子我灌满了盐水，左边的瓶子我只注了一半，两边再同时盖上盖子，等待2周，我们再来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这瓶是灌满盐水的那一瓶，盐水明显变得有些浑浊，比较不透光。我们来看看水的表层有什么变化。还是挺干净的。腌制白菜的液体看得出来很清澈，但带有微微的乳白色色底，这也代表乳酸菌已经繁殖成功。这一瓶是留有大量空气的那一瓶，水的表面明显浮出了一层白膜，这白膜叫卡姆菌，也叫卡姆酵母。卡姆菌本身对人体是无害，但视觉上看起来就是比较不美观，也常常被人家误判成霉菌。一般来说，白色的菌种大多对人体无害，而有颜色的菌种对人体比较容易构成威胁跟伤害。这瓶是我刻意不盖盖子，让整个瓶子能够大量的接触到空气中的氧。而这是左右瓶白菜的液体透光比较。我们将液体倒出来以后，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右边的液体比左边的来的透光，而左边的液体也比右边来的乳白。这说明了市面上所贩售的酸白菜大多都是用有氧发酵法去制作的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只使用到2%的盐所腌制出来的白菜。瓶子里很明显有气体的产生，这是因为白菜里本身含有1.5%的糖，而乳酸菌在吸收白菜里的糖后会产生二氧化碳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白菜在腌制后颜色还是依然的清脆。白菜虽然在水里腌制了一段时间，但它的口感依然还是非常的脆。让我来咬一口给大家听听看。酸白菜发酵所产生的特有酸味，不是加醋就能够取代的。它里头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及特有的香味，就像小孩子在成长发育一样，供应给它好的养分，给它好的环境。再来就是防止其他不良的杂菌来捣乱。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句话，给它一点时间，它就能够展现出最好的成果给您。如果喜欢这一集影片，请麻烦给我点个赞，给我点鼓励。我是玄文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